叔叔，晚上好，叔叔。所以说你现在好了吗？我就是感觉好一段时间，自从上一次你想要那个他们送会员之后，我好像就是到昨天才看到你，昨天还是前天，就这2天。欢迎立正，欢迎二英。我们新来的可以，我们刚到的可以点点赞哦，家们，我们还是可以点点赞哦。遇到事了，什么事情啊？不是什么大事的话，那就是小事。如果不是什么大事的话，那就不要让自己一直不开心。天哪，我今天的刘海我都不想说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欢迎小圆，欢迎豆腐仔，就这了吧？今天晚上喷的发夹喷太少了。欢迎彤彤红，欢迎萝卜，喷的发夹太少了，它已经感觉要塌掉了，就这儿了，只能这儿了。欢迎走走停停，晚上好呀大家。定时出现的时间，开玩笑，总不能比现在还更晚吧？要是比10点半还更晚，我可能今天就不播了。那不得每天准时了。欢迎三叔，但是明天应该我说我好吧，我明天应该会要么就下午播，要么就不播，因为我明天可能要回家。回了家之后，因为后天不是要去爬山嘛，所以我明天要去我爸妈那儿，明天晚上，所以说我应该会明天下午的时候提前播了。欢迎啊晚上好，谢谢小明的点赞。你也不可能每天，对呀，肯定呀，谁都不可能每天都播吧，至少我周围的身边的人，他们一周再怎么说也得休息1天吧，这么刚的吗？每天都播的话。欢迎高级动物，谢谢高级动物的点赞。这2天成都好热呀，我感觉到了夏天，就是完全到了夏天，中午那会儿都不敢出门了。谢谢高级动物点赞。谢谢神秘人的灯牌，谢谢哈哈的7个小星星，谢谢哈哈哈。为什么这个哈哈哈要取3个哈哈哈？还有哦，谢谢神秘人的闪耀。我现在都就是不说，我都猜得到神秘人是不是梅六老师。谢谢梅六老师的闪耀，谢谢猪猪。哦呸，欢迎猪猪，什么书？随便取的，难怪，因为我刚看到你一个哈哈哈，然后又看到后面来了一个哦，特别随意的名字。谢谢梅六老师的11个闪耀。欢迎小棕熊。太热了，再过段时间真的需要开空调了，我感觉直接到中午那段时间是不能出的时候了。谢谢去船的灯牌，也不知道是我自己家里面太热了，还是说什么，还是说外面也挺热的。欢迎3959。欢迎安静的，咋不见他们几个？哪几个？他们应该会，他们有可能在打游戏，有可能没有下班，不知道。欢迎刘晨。
有可能他们现在刚刚在玩，还能有那几个在打王者。你看吧，我就知道，我知道应该一般情况下都是在打游戏这个点儿。欢迎鲨鱼，这点基本都是在打游戏，或者是还没有下班，还在加班或者是什么样。欢迎权限，太晚了，什么太晚了？直播太晚了，所以说这个点大家都在玩游戏了，是吧？我觉得应该，我看了一下，应该风姐他们应该也是刚播吧，应该也不会比我播的早吧。欢迎蛐蛐儿，欢迎佳佳。欢迎小黄花。老师，你们原来欢乐谷团队还有机会再合体吗？你是说我们原班人马吗？原班人马的话可能会有点难。你说中间个别的一起拍个视频或者怎么样的还有机会，但是你要说我们所有原班人马合体的话，其实是有点难的，有点难的。至少如果是合体拍视频的应该可能，但是如果演出的话就不太可能了。欢迎胡兔兔，就是有个小请求，什么小？就是有个请求，什么请求？说说看，你什么请求？啊！天哪，我这头发，我这刘海，受不了了。今天头发感觉乱糟糟的，能不能往后走？你是觉得我镜头太近了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觉得我镜头太近了？那但是没办法，因为我这个就是定焦镜头，它没办法调焦距的。我这个就是定焦镜头，它没办法调焦距，就只能这样了，不然的话我就碰不到我的鼠标了。啊！谢谢我们黑梦的热气球，你真惊呆我了！谢谢黑梦，黑梦有什么想看的吗？欢迎如尘，晚上好。毕竟这个机位你的是美颜占满我的屏幕，你可真会说呀，你可真会说呀，憨憨。但是我没有办法，我也想它小一点，除非我换个镜头，不然的话真的，除非要不就是我隔远一点。欢迎拜拜，谢谢拜拜的星光神药，欢迎小油菜花没了，什么油菜？对呀，我就说这两天可能油菜花没了。你要不看看现在几月了？现在都4月了，好吧？现在都4月了，马上到5月了，哪还有油菜花？连那个都连那个叫什么樱花都没了。我撤退了，拜拜。怎么了？在吃饭呢。好读。等一下，我手机卡死，不至于哈。但是真的没有办法变小了。我做远点的话，我就看不到你们的弹幕了。然后我就拿不到我的那个了，我拿不到我的那个鼠标了，所以说我只能坐这么近，没办法坐远，就咱们就是说，因为镜头就是定焦镜头，等我以后有那个了，就是有实力了，我重新再去换一个镜头。黑梦有什么想看的吗？黑梦包卡死，我只能转换手机了。你确定这个卡是因为我吗？万一是因为你的网不好呢？有没有可能因为网不好所以说卡？万一网不好呢？我去的重庆路一片绿，现在应该都没那个油菜花了，现在应该都没油菜花了。油菜花你要看油菜花得3月份的时候有，2、3月份的时候有，你现在4月份了，油菜花早都谢了，早都开过了，别人再过2个月那个油菜花都会结籽了，都可以打菜籽油了。谢谢奢念的灯牌，晚上好奢念。
黑梦有什么想看的吗？黑梦你有什么想看的？纯粹天天进来白嫖看我打不到。没事的，因为我直播间本来人也比较少，能有人能一直留着看我，我也觉得挺好的。天哪，我今天的刘海属实是太那个了，简直惨不忍睹啊！谁懂？欢迎二哥。紫藤花，新都那边你是不是去了植物园啊？新都那边你是不是去了植物园？植物园应该花比较多。黑梦有什么想看的吗？你有什么想看的，你可以直接告诉我哟。啊！救命！我这刘海救不活了。好难受啊我。就这儿了吧。欢迎圣君。欢乐谷跳舞到现在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小憨憨，真的假的？都可以。好毒，强迫症，我真的是强迫症患者，我是属于是头可断，血可流，刘海不能乱，发型不能乱。但是我今天因为喷发胶喷的太少了，所以说它就有点不是很好。欢迎深深。那我们跟黑梦来一个，我看看来一个什么？包真的？什么真的吗？什么真的吗？我们来个 So Crazy 吧。我自己家在东丽湖，从来没去过欢乐谷。所以说那个东丽湖离欢乐谷远吗？好芳华威马公园什么紫藤花开，那个植物园也有，植物园也在新都，植物园也有那个紫藤花，这两天看紫藤花是可以的。给黑梦来一个 So Crazy， 谢谢黑梦的支持。就在东丽湖，那你为什么不去？那么近，都是一个地方的话，那么近为什么不去？欢迎长单，谢谢天梦点赞，欢迎张永江，完全疯了，谁呀？因为好久没有跳了，所以说我们就来了一个 So Crazy， 完全疯了。我本来之前想在海边录的，但是因为天气不是很好，也没录上，可恶。欢迎谢谢小小问题点赞。但是就是因为今天刘海真的让我非常的不满意，我现在不敢动它了，我怕我一会儿动了之后它就更那个啥了。智妍是谁呀？欢迎哲哲，晚上好呀哲哲。智妍是谁？是不是但是感觉这个名字很像韩国什么女团的名字，某个成员的名字，是不是？欢迎没有老师。要是真的是的话，那你真的是太高看我了，那我真的是太沾边了。欢迎香宝，谢谢没有老师的爱心墨镜，就是跳这个舞的。哦，是吗？
但我不知道耶，不是很关注。谢谢梅老师的墨镜，梅老师有没有什么想看的抖音小舞蹈？给你来个星期腰。谢谢哲哲的点赞。哎，怎么打不开？第三色边膜，这两只是就是跳哦。欢迎溜溜。星期腰不错，是不是？星期腰其实我也觉得挺好的，等我看看，但是我要找一下星期腰在哪儿。最近那个星期腰太多了，就是出了很多星期腰。谢谢吕吕的小星星。但是有几个星期腰，昨天不是跟妍姐他们玩的时候，他们也在说嘛，不是妍姐，是跟那个派派他们，还有2个版本的。我们来个这个版本，这个是第2版本的，好像是。欢迎勿念。一会儿往群里发个视频，那个主播跳了30个舞蹈，哪个呀？谁呀？欢迎一爱什么跳了30个。欢迎小圆，欢迎诗湾，谢谢诗湾灯牌，欢迎小飞。他是什么？他是跳了全曲吗？跳了30个舞蹈还是什么啊？谢谢说安妞，谢谢说我的牌，谢谢说安妞，香槟槟。这么快就要走了吗？他就要睡觉了吗？连跳了30个抖音舞蹈，他是怎么找到这些音乐的？终于升级了，耶！恭喜我们书爱升到了11级。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听，我一直觉得那个的音乐很好听。什么跳的？欢迎冰冰。但是我老是卡不上这个点，我笑死了。这个时候我都没有拍这个。David 的灯牌，谢谢西西的灯牌，晚上好呀，晚上好。我也觉得这个歌其实真的还蛮好听的，我也觉得这个歌比那个 Possible 好听。这个歌就是挖苦挖苦，这个要比 Possible 好听一点，但是我没有录这个，因为这个卡点不是那么好卡。欢迎阿达。噔噔噔噔。啊？为什么突然没音源了？欢迎布衣。等我哪次能找到一个那种视频，就是它就是它的音乐能有很多，就是那种抖音的，我觉得都可以把它收藏起来，然后到时候直播间可以跳了。
赢了。小颖今天也在玩吗？小颖今天你也在打游戏吗？赢了。今天是不是要比昨天好？今天是不是比昨天好？昨天听你们说不输不赢，今天是不是上心了？挺好的呀，挺好的。所以说小颖到什么段位了？谢谢你天宝点赞，好热呀，热死我了！王者了，哇塞，昨天是不是差一颗星，差一点点王者，然后今天就升上来了吗？太难了，确实，都听你们说打了好几天了，反正我感觉好几次了，打了这个赛季打了好几次了。谢谢小颖点赞，那你们还要你们还要继续上吗？还要继续上新吗？谢谢小颖的点赞。欢迎后来。遇到个贵石白嫖皮肤，贵石什么意思？贵石白嫖皮肤是什么东西？你们团呢？我们团怎么了？我们团还在呀，我们团还在呀，只是现在没有活动，所以说没有一起而已。谢谢你天宝点赞，是衣服没买齐，没去团演嘛？我们主要是都没有活动，我们去哪儿团演呀？你要去团演，你要看去哪儿团演啊？谢谢阿欧的闪耀星河和星光闪耀是一个，谢谢阿欧包。你要看我们有没有活动呀？有活动才会去团演啊。但是我们的衣服确实也还没到，我们买了一个国风的衣服，还说之后会拍一些公式照之类的，但是我衣服还没有到。你也好像也猜对了。可是你有个女孩想要表白，她也在等她过来。谢谢你天宝的点赞。你猜我咋知道的？我怎么知道你咋知道的？所以说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的刘海呀，真的是没法看。真的没法看了，我的刘海真的是。欢迎17。今天感觉只能变中分了，巴拉巴拉就只能变中分了，我受不了了。谢谢17点亮粉丝团。我觉得不能再巴拉了，他越巴拉越不行了。下次还是不能那个什么，不能少喷发胶，弄好了还是得好好喷一下发胶。只要你在他站在地球的另一边看月亮，他站在地平线等待着夕阳。怎么巴拉都不行？对呀，就是怎么巴拉，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，因为我的头发有点长。因为我的头发它就是，你们知不知道女孩子的刘海是不能剪得很短的，就是一般就包括我们自己剪都是，它在一个直的状态下是能够挡眼睛的状态，这是最好的。不然的话，你用那个卷的那个小卷棒一卷，它就变成梅扇刘海了。所以说一般都会剪得稍微长一点。所以说它。因为我一般平时是怎么又这样？我一般平时是就是卷完了之后我就喷发胶，所以说它一直是卷的程度。但是我一直巴拉巴拉，它就不卷了，它就已经变直了，变直了它就会挡眼睛，然后就只能变中分了。欢迎3959，
就只能稍微往旁边扒拉了，就不能往前了，因为往前就会挡眼睛。但是又不能把它剪得很短，因为剪得很短的话，一卷头发它就会变成没上刘海，就不好看了。太难了，已经掌握了，自己给自己剪头发帘剪了10多年了，已经掌握技巧了。欢迎美美，我都不敢删，一删它就分叉了。欢迎鱼子酱。而且我这儿不知道是被蚊子咬了一颗包还是什么，突然长了一个红点点，好奇怪哟，长了一个小红豆。咋才这么点赞？因为鱼子酱你没有给我点赞，所以说这么少。欢迎小明，晚上好呀，小明。CD 冷却了，什么 CD 冷却了？谢谢小明点亮粉丝团。那你是不是要过一会儿才能点赞啊？就是因为你没有点，所以说点赞冷却了，所以说我的点赞才这么少。谢谢小明的灯牌，欢迎床单。欢迎蛇蛇。怪我来晚了。对，你应该给我留一点的，你应该给我留个5000赞的。哎，一个人能点多少赞来？3000是不是？如果3000的话，你给我留个1500。谢谢小明的夸夸，谢谢小明宝夸夸。给你舞蹈视频我看了，那个 Tomboy 可以的，那个可以的。哎，是 Tomboy 吗？好像是 Tomboy。哎，是吗？我忘记了，反正是一个挺那个的舞，可以的，那个舞可以的，我可以后面学跳一个。我现在不会，我只会一点，我以前会一点就哇那什么当当当当当，怎么跳？突然想不起来了，咱们就是要学一下。1小时3000，我给屏幕戳穿，当然要点赞了，小明宝，要是可以点赞，当然更好喽。1小时3000，那你可以，那你以后你给我留个800赞就可以了，1500还是有点多，因为你肯定还要给他们点，留个600赞或者是800赞就行。谢谢深深点赞，谢谢小明宝点赞，谢谢甜甜宝点赞。我可以学一下深深，那个我觉得还可以。哎，那个不是 Tomboy 吧 ？Tomboy 好像是这样的。那个好像是什么，那个什么哒哒哒哒，我也忘记那个什么，但是那个以前还挺火的，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挺火的。我上大学的时候社团表演节目老跳这个。过3000了，对呀，过3000了。但是我们还差2000才能到5000，我们还要继续，还差2000。来筋膜枪点赞可以啊，来筋膜枪点赞的话，确实可以点很快，而且也不用费手，直接嘟就点了。而且如果是自己一直点的话，感觉还挺麻烦的。谢谢大家的点赞，好快呀！果然人多力量大。这赞从刚刚1800，现在马上都到3800了，一下就涨了2000赞了。谢谢深深点赞，欢迎 ZLZ， 嘿嘿，谢谢哲哲的点赞。你看吧，人多就是好，现在都5000了，马上就5000了。欢迎幸福帅哥。
点赞一下就点赞一下就冲到了5000了。抽筋了，小明点了几千赞呀？你现在点了多少？抽筋了，一直点，一直点，是不是手就抽筋了？好烦！我这头发真的没救了，它太戳眼睛了，一顿戳，发现一顿戳，结果也才，但是我觉得一个人3000点赞，你应该也能点一会儿吧？一个人3000点赞，大概多久能把3000点赞点完？你要是不能点了，估计就点到3000了，就你一个人的那个赞就搓完了。再扒拉一下。谢谢哲哲点赞。天哪，不能戳了，越戳越不行。谢谢哲哲的点赞。欢迎野鸡野。刘海就是命，真的。我以前我每次出席就是室外的演出，我会喷致死量的发胶的，就是因为为了避免，因为我后面我上一次去那个云南的时候，发现了就是做妆造，就是被那个店家种草了一款很好用的那个发胶，后来我就一直用它，但是它就是我感觉就是它的味道太刺鼻了，有一种用久了自己会被毒死的感觉。但是每次我都会喷很多，就是特别是外出的时候，就比如出去拍视频，或者是出去有演出，我都会喷很多。自己在家的话可能会喷的稍微少一点，但是我今天喷的属实太少了，所以说就没有给它定住。我那个是那个刘海真的7级风。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它的牛逼的点在哪儿？就是你给它喷完了之后，如果真的有大风，真的会吹飞的它的话，可能就是这一整块被吹飞。真的吗？真的是这种特别厉害的一个发胶，就是它的味道有点刺鼻，让我觉得会中毒，就用久了会中毒。真的好精，真的吗？小明，真假的小米包。所以说，它真的是我有史以来遇到过最好用的发胶，真的就是我之前在海边，你知道海边的风都会很大，海边一吹风都会很大，然后它就是我就喷了很多，就因为你要在海边拍照的话，你要是不喷多的话，你头发，因为我很早之前我去海边拍照，就是没有用刘海，就没有用发胶，这头发直接吹来没有，就前面的刘海一根都没有，你知道吧？太恼火了，所以说我这次带发胶，我就真的喷了很多，它真的，我毫不夸张的说，它真的不会乱的，真的，它就是一柄，如果风一吹都是一柄的吹，它真的很牛那个发胶。我之前还推荐给峰姐了，我在劳补一整块刘海往上掀，是不是？铁刘海，真铁刘海了，真的是铁刘海了。欢迎小佳，晚上好，小佳。美女要保持美丽是很累的，你出门真的得喷发胶，你不喷发胶真的很恼火。欢迎魔术师。反正我现在已经习惯这个发胶，我每次都是我现在这个发胶我都用了3瓶了，现在是第3瓶了，因为我只喷个刘海嘛，相当于用的少一点，但是我都用了3瓶了。我是从去年开始用的，我以前都没有用过好的刘海。你知道我以前就是我以前在隔壁录舞的时候，我都是用那个睫毛胶，就粘眼睫毛的那个睫毛胶把头发粘住的，就是把头发粘住，免得它风吹倒的。但是自从我有那个的之后，就有发胶的这个神奇发胶之后，就再没有粘到了。点到1万睡觉，真的吗？小明，那靠小明了，现在还差4000，马上要6000赞了。
思想工作的成功吗？思想工作的，我尽量，但是我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万圣节的时候来，因为之前他们说过万圣节的时候想去，因为万圣节人多比较有流量。现在依旧没有海边的反图，我都准备把海边的反图给你们做周边了，给你们做那个会员周边了。我都在想要不要发到那个微博上，我可以发一些实况图给大家看，因为这次拍了一些，因为这次就是这次天气不是很好，就很多时候你还不如手机拍的。万圣节人多根本拍不到，因为我们就想的是万圣节人多，万圣节人多的话就可以直接那个啥，直接去蹭一波流量。如晨，你是不是还在成都玩呀？哎，是如晨在成都玩吗？明天去团建，去河北。小健又要出去玩了吗？小健，随我和赶狼一样，真假的？我们就是找一个没有，就是去选一些比较冷门的宅舞，到时候去的话就没人跳，然后就我们能上去跳。今天在文殊院旁边哦，那你吃那个没有？你吃那个甜水面没有？欢迎何动力呀，晚上好。算是单位组织，不过我开车，真好。小健，我怎么觉得你老是经常出去玩呀？我感觉才出去，这又出去玩了。宅舞你得报，现在欢乐谷都是韩舞，对呀，就是自己报个宅舞嘛。但是你想想，如果大家都跳韩舞的话，我们报个宅舞，可能就没人上了，是不是？没人上，然后我们就上。前2天就吃过了，好吃吗？你觉得？过完5一我们去威海，你是去玩吗？这次小健，真好啊！小健，你怎么一直在旅行啊？羡慕了。天天每个月感觉都会出去一趟，超好吃是吧？我就觉得超好吃，在北京出差顺便玩，可动力也好。我感觉出差都是借着出差的名义可以玩一下的，但是像我们以前参加活动基本上都没玩过，去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去了参加完活动就走的，只有桂林的时候去玩了一下下。像甜水面这种东西，它就是属于是适合四川人口味，也适合外地的口味的，因为它是甜辣口的，就不会很辣。欢迎陈宝宝。鸟巢回来，我上次去北京准备去鸟巢，结果都没去上，因为太远了，行程安排太满了，所以我就没去上。我跟我爸妈出去旅行，1天3万步，我真的是脚到走断。谢谢小面包点赞，我们还差2000赞，好快哦！我们还差2000赞就到1万赞了。是什么？不是小明宝，你3000点赞都没点完吗？不是说3000点赞点完了之后就不能点了吗？就得休息一会儿才能点了吗？欢迎波动。之前深圳不是大晚上去海边了吗？那不一样啊，因为我们去就是很难得，就比如说平常去一个地方参加活动，基本上都是，比如说今天的活动，我们就昨天来，然后今天参加完活动，立马就晚上就立马回去。每次参加活动都是非常的赶的，就是活动完就立马走了，就不会多待，然后提前1天去。但是深圳那个是在那待了1个月，好吧，那不一样的。长期出差和短期出差是不一样，短期出差活动也是不一样。长期你的话，你就可以去玩，因为它会有1周会有休息1天，但是1周休息1天都不想动。以前在欢乐谷、天津也是，我基本上天津我都没玩过，除了看了一个那个天津之眼，我就没有玩过天津其他地方了。我们当时就只去了个天津之眼，就没去其他地方了。所以说天津我都没玩过，虽然说在那儿待了挺久的，主要是没时间，一到放假就想躺着休息，然后想睡懒觉，睡到自然醒。谢谢柠檬的灯牌，晚上好呀柠檬。不让点了，小明可以休息一下再点，他可能一会儿就可以让点了。25年算是旅游暂时收官年，今年吗？
为什么算是旅游收官年？也就是你之后就不去旅游了吗？因为你起床2点了。不是，我以前在天津可不会起床2点。我以前我们在天津基本上上午起床的，但是我们如果说，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周2休息嘛，周2休息就可能会睡到中午才起床，然后下午就会去附近的，就是那个天津不是附近，就是天欢附近有一个那个商场嘛，然后去逛一下，去好特卖买点吃的，去吃一个那个什么稻香村，哎，是叫稻香村吧？就是那个饭，那个铁石锅拌饭。就吃，每次一放假就去那儿，然后去了晚上就回来看电视。天哪，睡觉吃了困了。好的，晚安，小明。对呀，在天津那么久都没有玩过，真的就只去了天津之眼，就哪儿也没去了。在深圳好歹去了世界之窗，当时过年的时候去世界之窗里面走小道，就是你知道世界之窗不是要给门票才能进去吗？我们就走小道那个走后门进去的，不是走小道，走后门进去的。然后就我们就免门票进去逛了一圈，然后去了世界之窗，然后晚上跟妍姐还有英姐去了那个大梅沙，看了沙滩，看了海，所以说去的地方比天津多一个，串下去，什么串下去？如果再开启旅游，应该是2个人的副本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一个人变成2个人，是不是？挺好的。重点要偏向别的地方，偏向什么地方呀？一会儿继续思想工作。太偏，对呀，就是太偏了。我们去一趟感觉要很费时间，然后大家就不想早起嘛，因为如果你要去市里面玩的话，你得早起的，然后不管你是打车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，然后你得花时间才到那去玩一天很累，然后你晚上还得回来之后休息，第2天又得上班，然后他就觉得很累，然后大家所以说一到休息大家都是躺着，就是人不动则不动的那种原则，就躺着人不动则不动的原则，然后就天天在这躺着看电视，真的是休息一天都不会出去的那种。偏向于相亲以及成家方面，争取给自己嫁出去。好，那就祝我们小健明年能够变成2个人。25年过后就是2个人了，欢迎小憨憨。25年之后就是2个人了。其实我还是挺开心的，虽然说大家就是平时见面的很少，就是大家就是更多的是在网上，但是我能看着大家就是有更好的未来，也不算更好的未来吧，就是有之后，就是看着大家变得更幸福，觉得很开心。走开，就比如说我看着昊天哥要结婚了，就从刚认识到他马上结婚了，就包括小健也是看着你从刚认识到成为2个人，就看着大家很幸福，我也会很开心的。欢迎杂国宾。第一次去天津，是的，第一次去天津。我当时去深圳也是第一次去天津，哦呸，当时去深圳也是第一次去深圳。我感觉我之后应该真的，我觉得我之后应该，如果不是什么活动的话，我应该也不会再去深圳了。深圳那个地方真的是牛马，就是打工人的城市。介绍你第一次来，对啊，介绍我当时真的是说顺口了，因为去完深圳就1个月之后，就半个多月，1个月都没到，半个多月就去了天津。当时在深圳就是会说，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会凑那个时长嘛，然后中间就会一直唠嗑，然后当时就会说什么第一次来深圳吃了什么好吃的叭叭叭的。然后我当时去天津也是，就是直接说成天津了，而且我自己都没有知觉，你知道吗？我都没有察觉，都是你们后来告诉我，我才发现我说错了。你们要不说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说错了。脖子哪里错？我这个吗？这个长了一颗红痘痘，不知道是蚊子咬的还是什么，反正长了一颗红痘，它就很奇怪，长在正中间，离谱死了。应该戴个项链给它遮住，刚好给它遮住，戴个项链。
见证朋友们有更好的生活。对呀，就是有一种养成，我不知道你们那种感觉，就养成系的感觉。养成系虽然说大家也是在陪我长大，也是在陪我成长，但是我也是在陪大家成长，算是吧。就那种养成系，看着你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，就是真的是那种养成系啊，就是那种看着好朋友变得更好，是不是？成就感，养成系的成就感。别急啊，攻略发给你了，希望之后有机会再去吧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去，但是我之前听他们说他们还是蛮想去的，蛮想去参加随舞的。但是想去，比如说想去那个万圣节的时候人多的时候去蹭一蹭流量，到时候但是去的话应该也不会那个什么，去的话应该也不会说要去天津玩一圈。看着我从一个人一直是一个人，虽然说一个人一直是一个人，但是也变化了，是不是？也有变化，怎么可能？你肯定之后会变成两个人的。你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肯定是会变成两个人的，怎么可能会一直一个人？谢谢团团的灯牌，坏了，一不小心让主播养成系了，是不是？现在直播间各位都是我养着长大的，看着大家成长的，是不是？谢谢呆呆的灯牌。上次那3个人就去了，对呀，他们是参加活动嘛，然后顺便去的欢乐谷嘛，但是他们也只去了欢乐谷玩，也没有去其他地方玩吧。因为我感觉还蛮需要时间的，就是你可能1-2天是不够的。这么一会儿8000多了，快1万了，是呀，刚刚小明点了好多，还有大家都在帮我点。还是想去蹦极，明天看看，如果有机会蹦一个。天哪，我这一辈子是不会选择蹦极的，除非哪天我真的想不开了，我就会去蹦极，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那种失重感。虽然说我不怕做什么大摆锤啊，还有那种大秋千这些，就是我感觉还是还是比较那个的，就对于这种比较刺激的游戏我还是可以的，但是我还是跳楼机还是有点太接受不了了，因为我最开始都接受不了跳楼机，所以说蹦极我应该也接受不了，太吓人了，这种真的，万一那个绳子没拴好，那不就完蛋了吗？年龄变化不仅就是自己也会变得越来越成熟嘛。哲你要愿意的话，怎么可能会一直是一个人呢？不会的，肯定之后我相信我有一天能看到大家都变成两个人，到时候我的大粉鞋全都变成两个人了。不要啊，想不开，不至于，我应该不会去那个的，我应该不会去蹦极的，太吓人了，接受不了这种极限运动。那就可以去了。对呀，如果是以后有活动的话，肯定可以去喽。解释自己给自己一个与自己和解的机会，和解不了。如果是这样和解的话，我觉得我和解不了，因为我有点恐高。我不知道你们坐摩天轮会不会到最高点的时候，就是会手心出汗。我每次坐摩天轮坐到最高点的时候，就会莫名的开始紧张，就生害怕别人，就比如说有同伴他跟我一起坐摩天轮，但凡他在最高点动一下，我就说别动，因为我很怕就是掉下去，有点小恐高。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，好，唱出来了直接。但过山车真不行，是不是？我过山车如果不是那种360度的那种非常垂直90度的那种过山车，我还是行的。像那种的话就不行。但是跳楼机是真的吓人啊！我做大摆锤的时候脱腮，我做大摆锤的时候只感觉很晕，就是你做多了之后你就会想吐，就有一种晕车的感觉。倒是这种，其他的倒是还好。好快哦！我今天还想的是跳舞跳少一点，然后多给大家唠会儿。
结果没想到话还蛮多的，一唠都唠1个小时了。谢谢任天宝的星光闪耀，欢迎默默。我还以为，因为现在不是每天都在播吗？就很容易每天都播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容易唠干了，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反正明天开车，实在不行那个同事给我录像去蹦极，反正我是不敢蹦极的，我这辈子也不敢挑战蹦极。就是很多极限运动我都不敢去尝试，还是比较惜命的我。欢迎天然水。欢迎99，谢谢99的关注。跳下的同时大喊应援词，不是你跳下去了，你还能那个吗？你还能喊得出来吗？我一般在极度恐惧的情况下，我只会就是我就感觉我的嗓子是发不出来声音的，就是只会就是闭眼，然后就想喊不出来的那种感觉，很吓人。就在那种极限运动的情况下，我真的是喊不出来的，更别说话了。感觉有些人做极限运动直接会昏倒在上面，看别人坐那种过山车，就特别吓人的过山车，直接坐着，然后就在上面昏死了。欢迎蘑菇人，小龙姐怎么换的头像啊？I really like you。好快呀！今天又周4了，1米9好像不能参与，为什么？这个居然还有身高要求啊！天哪，我第一次听说，是不是太高了？它那个绑不稳了，容易掉下去。现在有新蹦极模式，用一根小细绳吊着，慢慢切断。天哪，不是吧？这太吓人了吧！那慢慢切断，然后呢？那不就真掉下去了吗？他把那个绳切断的话，而且我觉得，就是你蹦极，它掉下去，它会反弹嘛，反弹然后再掉下去，就会被那个勒着，很疼，就是那个勒着自己的身势，而且不是有一个很大的球吗？打着也会很疼。谢谢核动力的4个小星星，谢谢核动力。欢迎 DL。谢谢我们明天包，拿把扇子，我这有扇子呀。谢谢明天宝的笔忆卡金，这是最近新出的特效吗？这是，我发现最近好像它的那个又不一样了。我这有这个扇子团扇，还有一个这个折扇，还有一个净月的扇子，我有3个扇子放在这儿的。是的，我就是看见好像出了很多，不是上一次，它这是每周都不一样吗？我记得上一次不是那个什么清明节的那个，就是那个什么伞吗？那个什么相思伞，那个什么那个青蛇白素贞那个感觉的。欢迎黑梦，欢迎托托，这次好像又换了，换的好快，恐惧感拉满，我真不敢，快立夏了这还踏青，就是我觉得好热，直接现在春天已经完全过了吧，但是它应该是出的是，对，就是那个油纸伞，我以为一直是那个系列，我想的是像这种系列应该会可能会半个月换一次吧，它换的好快哦。现在都踏春了，就是春日系列的了。欢迎行听路，欢迎星星，
快端午了，还没看到青团，快端午了，大家不用指望青团，直接指望粽子吧。你是不是抠痘？我没有抠痘，其实这个不是痘痘，因为摸着它的感觉不是那种凸出来的，但是它就是红了一块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不是痘痘。头上是个小猫，这个吗？这个是对，这个是个小猫，这个是个 Hello Kitty， 这是个 Kitty 猫。我买了一个 Kitty 猫的睡衣，最近又买了一个 Kitty 猫，因为我以前穿睡衣就是在学校里面我穿睡衣，就是我妈给我说在学校里面，因为学校人多嘛，一个宿舍，然后她会那个什么，就是会就是最好是穿那种睡衣是衣服裤子分开的嘛。然后我现在家里面的睡衣基本上都是衣服裤子分开的，但是我现在就不想，因为我觉得好热，我就想买个那种睡裙，然后我就买了一个 Kitty 的睡裙。主播那个是主播的本体这个是不是主播的本体就是眼镜和 Kitty 猫了。现在要直播做青团，我不现在应该做粽子了，谁做青团？青团已经过了好吧，踏青的时候已经过了。欢迎呆弟，欢迎刚刚是不是看到我刚刚看到神秘人送的灯牌了？欢迎熊宝宝，发在会员群切绳子的蹦极。天哪！如果小健你真的去玩的话，你确实可以发，让我看一看，让我看看。神秘123，不是这个数字只有123吗？不是几位数字吗？加上大学宿舍几个人？我大学宿舍是6个人，我都没有住过4人寝，我真悲哀呀！我高中的时候是8个人，然后大学的时候是6个人，一直没有试过住那种上床下桌的宿舍，体验不到了，也算是也是了，是不是有点难？粽子确实是有点难，主要是包粽子就包，其实你做那个米，就是那个糯米倒是不难，就是包的比较难，因为你包不好的话，你一煮就会把它煮碎，也不是煮碎，是煮散，到时候你就煮了一锅粥了，到时候煮的不是粽子，煮的是一锅粥了，就是你包不好的话就容易煮散，所以说确实会难一点。这不是这样吗？是呀，神秘人，这神秘人又是谁呢？这神秘人又是谁呢？高中也住宿舍，对，我初中的时候走读，但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是宿舍，然后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宿舍，因为我高中的时候离家还蛮远的，我高中的时候回家要2个多小时，一周就是那个啥，每周都回去，要绑得好，对，要绑得好才不容易散。啥呀？什么啥？我们再说这个神秘人是谁，应该不是梅乐老师吧？欢迎洛渊。欢迎落幕。六哥，这是没跑了，真的是六哥吗？真的是吗？欢迎小土豆。我最近买了很多的器材，我准备跟我家狗做狗饭了，因为我家福豆不是老有泪痕嘛，然后上次带他去那个去洗澡的时候我就买了一个那个擦眼泪的，他就说很多都是因为狗粮的原因，所以说我就决定后面给他做狗饭了。这个就是带了个头像，不是神明真假的，我看他不是头像也是神秘人吗？六哥是谁？六哥就是梅六老师。宿舍肯定是被人欺负的为什么？好多人为什么这样觉得我？是因为觉得我太好，我什么太好说话了，是不是？欢迎解谜者。神秘人看不到牌子的啊？真的假的？神秘人看不到牌子吗？我这个倒是没有注意。是不是感觉我很好说话？但是说实话哈，我高中的时候遇到的舍友都是很好的，但是说实话，大学的时候确实就是就是可能南北方也不是那么合得来，但是也不至于欺负
欺负的份上，因为现在大家还是比较那个，比较不会像韩国这种校园霸凌，所以说就是各玩各的，就是不会有很多的接触，但是就是还是会就是那种好好的，就不会怎么样，毕竟一个宿舍的大家都会很客气，就是关系没有那么好。但是我跟我的上铺关系特别好，就是上次你们看到那个小怪兽，因为他是我上铺，我跟他大学4年玩的特别好，也是我一个宿舍的，但是跟其他的就一般般，就各玩各的。到时候我也开个神秘人，神秘人那么贵，小姐，你开个神秘人那么贵，现在可以看到了，欢迎拜拜。有没有这个问题？给我带个饭吧，什么带饭，带个什么饭？因为我刚刚说要做狗饭了嘛。欢迎原来如此，欢迎鱼子酱。拜拜一来怎么打问号？你是不是想说这个神秘人是谁？我也不知道这个神秘人是谁。冷却还没到，现在都几点？现在我一会儿下播了都没到，一讲一会儿下播都没有到，我今天就只能中分到下播了，我真受不了我自己，我受不了我刘海了。中分到下播了，啥东西？什么东西？舍友之间中午懒得去食堂就不会，我们一般不会，因为你们没有那个嘛，现在的宿舍都是可以叫那种送到宿舍的那种外卖的。一般比如说我们宿舍，就比如说像周六的时候，大家睡懒觉，就一整天把窗帘关着，一整天都是像晚上6点的样子。然后我们都会就是很安静，宿舍就很安静。然后就是饿了你就吃零食，或者是自己出去食堂吃，或者是叫那种上楼的外卖。就是外卖可以送到楼上的宿舍楼的，就有专门那种兼职的，就是有一些兼职的妹妹，她会就去做兼职，就是别人点的，比如说在群里面，我加了很多那种群，就是你要吃什么你就点了之后，就专门的那种兼职的妹妹给你送到你的宿舍来。周六睡懒觉，对呀，但是我上大学的时候非常的，反正比我现在想出去多了，就是我现在是属于就是懒得出门的那种很宅的人，但是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不是疫情嘛，一周只放1天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周六会上课，因为我们疫情不能出去嘛，也不是不能出去，就是老学校也怕就是到时候万一疫情严重，然后把学生关在学校，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都是提前上课，就是我们一周上6天的课，然后提前半个多月放假，放暑假或寒假，然后我就是放1天我都会那个啥，我放1天我都会出去，我跟朋友出去玩，就每周都会出去玩，就感觉没有出去玩就感觉就这周就白过了。天哪，我觉得我上大学上的好失败哦，就是我感觉我上大学像上了一个高中一样。我上大学4年2年封校，我真的无语了。结果就是像高中一样，连出个校门都不行。周一到周五不睡吗？周一到周五要上早八呀，早八就不能睡懒觉呀。一般我们周六会睡，就是有时候没事我们会睡到很晚的，就有时候可能会睡1天。因为有平时起得太早了，所以说一到周末就会睡个懒觉。大学都是疫情，对呀，就是说山西，对，我在山西上学，网课挂着直接睡。但是那个时候是你在家的时候，你网课可以挂着直接睡，但是我们回学校了就没办法呀。你回学校就相当于是学校，你不能出校门，然后你每天也得上课啊，就相当于这种。就很无语，但是老师他们又正常出校，就只管我们学生，很离谱，我感觉像上高中一样都没有，就别人上个大学每天下了课还能出去吃个火锅吃个啥的，我们都不能出去，只能等到快期末的时候才能出去，真可怜。小学6年级正好非典，全校停课，我们继续上课。天哪，你们学校也真是勇啊！我们学校也可以，
而且我那个时候就算上网课，我都会起来上网课的。我可能不会认真听，但是我会上，我甚至还会重要的科目还会做笔记的，因为我们老师会检查我们的笔记，然后期末的时候会看这个笔记给分的，不然你就会挂科。反正我没有挂过科，因为我也不想挂科太麻烦了，没办法毕业班。定个闹钟继续睡。好久没有合体了，是呀，我们好久没有合体了，但是我们之后应该不会团播了，之后合体应该就是拍视频了，拍视频和参加活动了。谢谢雨日酱点赞，你终于解冻了，给我点赞了。像什么专业？你猜，你看我像什么专业的？玩了半年没上班，真好。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在学校的时候特别想回家，在家的时候特别想回学校。对，就是在家的时候特别想回学校。民族，你怎么一下就猜中了？其实我是学编导的，文艺生。哎呦天哪，我扇掉了。一睁眼就是打游戏，多好呀！我们那个时候在学校，在学校关着不能出去，每天无聊的很，就是每周末都无聊的很。那个时候我甚至还偷偷翻墙出去过，太离谱了，就是为了出去，不然都闷死了，闷得慌。编导是不是不算艺考生？但是有没有可能是舞蹈编导？但是编导是文化生，不算是艺术生。我们大学很幸福，所以说我说真的是无语了。别人上了大学，每天都能出校，出去什么，比如说出去晚上下了晚自习可以出去逛个街，然后出去看个电影，出去吃个饭。我们只能天天在学校食堂，太离谱了。但是好歹不过也还好，只有一年。就一年是这样的，还有一年是在家，有一学期是在家里上网课，然后还有一年就是可以凭假条出去。这样竟然会翻墙，是不是看不出来？我居然会翻墙。对，那个时候，因为想出去玩，然后又偷偷悄悄咪咪翻过墙，学坏了。哎呦，笑死！翻墙，对呀，因为很多，你可别我永远不是那种，就是我会主动去干这些事情的人，都是因为前人走了很多路，甚至哪个地方翻墙不容易被发现，就是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大家就是不会说，但是大家都知道，然后你就是看别人在哪儿翻，你也去哪儿翻。这是乖乖的。那也是因为什么？那也是因为被学校关的受不了了，所以才会出去。但是很一般情况下还是很少。这有什么意外的？学坏了。上学的时候翻过墙，我见过翻墙被挂墙上的。因为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我们那边是个大学城，就有很多大学，就比如说像什么理工大学，还有山西大学，还有师范学院、太原师范，都是在那边有4-5个大学，就我们学校是封着的。而且那个时候你想想，全学校那么多人，怎么可能大家都真的听学校的话，说一学期不出门啊，一学期不出校啊，这太离谱了吧？肯定会有人偷偷摸摸翻出去的呀。只是我们是什么呢？就是我敢说，咱全校没有人是没有翻过的，绝对是，包括我们班上的人，所有人都翻过。谢谢饲养员的关注。然后只是怎么说呢？你翻的多与少，而且你也没有被发现，从正门出去，正门出不去的，因为有保安叔叔拦着你。但是我们学校的墙就是很就是很矮，就是而且它也没有那种，就是你知道有些墙上面有那些什么电网啊，或者是那种玻璃渣呀，或者那种什么尖锐的东西，我们没有，我们就是很矮的一个墙，真的巨好翻，超级好翻那个墙。
但是其实很多时候老师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。一个夹在墙里的糕，第二天被人救出来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所以说我们翻墙不会出什么意外的，只要你不被逮住，都不会出现什么意外的，因为那个墙真的很好翻。谢谢鱼子酱的点赞。不过也只有那一学期是这么严格，然后再后来就基本上是可以凭假条了。待了1夜，这也太难了吧！待了1夜，而且我大3的时候还在外面租房子。我跟我室友大三那一年都是在外面租的房子，就是偶尔在学校住，偶尔在外面住的那种，离谱，浪费了房租，又不能天天住。欢迎 CR7。我们都1.1万赞了，一会儿快下播的时候给大家挑个下播舞吧，都是那种偏僻的地方，一待就是一个晚上。天哪，他是不是以后再也不敢翻了？还打架吃过处分？我基本上是没有出，我其实我还是比较那个啥的，因为我们学校就是你有那个考，就是那个综测分，就是那个综测你能拿到，就是你综测很高的话，你可以申请奖学金，其实很好申请的，我都申请过，我都拿过两三次奖学金。然后后来因为什么没有拿到奖学金，就是因为咱们就是说咱们班级有那种就是那种班委，他会私自改，你知道吧？就会改那种综测，然后所以说就导致很多同学就是靠自己的没有拿到，他们会偷加学分的，就很做一些很恶心的事情。前面的发型怎么那么好看？我前面的发型有什么？我现在发型不好看了吗？我现在今天喷的发胶喷的少了。封校的时候门口执勤，打出去就好。什么打出去？天哪！我果然还是得把2只狗分开。我但凡把2只狗放一起，他们俩就要打架。怎么打出去？门口执勤的你怎么打出去？研究相机，我只能中分了，我今天刘海只能这样了。深深，你的相机都到了吗？你的相机，我记得我的第一个相机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讲过，我第一个相机就是用我的就是我打了一个暑假工，然后还有我的奖学金买的。习惯了他的这种话了，什么习惯什么话了？欢迎陶弟，谢谢鱼子酱的点赞。瞅到没人的地方打一顿出去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这不会被打的那个人还不告状吗？我第一个呀，被打的那个人不会告状吗？被打了就能出去了。就是现在这个相机吗？不是，我现在这个相机是我后面买的了，因为我后面我准备录舞的时候买的相机了，所以说它这个焦段没办法调，就是因为当时是买来定焦买来录舞的，后来就用来直播了，录舞没录几支用来直播了。但是我的第一个买的相机现在是放着的，因为那个相机我用了，我是大1的时候买的，大1下学期的时候买的，用了好久了。然后有时候我还是会用的，因为那个相机操作简单，这个相机太难了，而且太重了，所以说用的比较少，一般就是放着直播的。告状了再打一顿，天哪，黑梦，你们这也太吓人了吧！所以说只能什么，就是被打了还只能什么，只能把这个苦咽到肚子里面，还不能透露出去。什么时候去团播啊？会考虑吗？你是说我们之前的团播吗？我们之前团播我们不播了，我们不团播了。但是你说我之后团不团播？我之后我也不清楚，但是应该也不会再团播了。拿手机练了1年，可以。其实相机，不管是手机还是相机，只要你有一定的审美，然后你拍多就好了，就拍得多它就会好。你多拍就会越拍越好，像我之前上大学，为什么也有那么多好看的照片，全是我室友练出来的，就是我把我室友给练出来的。
就是给他说你想要什么样的感觉，让他拍，拍不好一直拍就能拍出来了，都是被我磨练出来的。像我姐我妈都是被我磨练出来的。脖子被蚊子咬了吧，估计是。手机差点，确实差点事儿，是吧？相机会拍出来好看一点，但这种真的是可以被练出来的。一直拍一直爽，只是修图的时候头疼。对，我现在也不喜欢修图，以前我可喜欢修图，上大学的时候可喜欢修图。我上大学的时候可喜欢拍照了，我现在都不喜欢拍照了。丑死了你头转过去，太丑了你。我们可以去灯牌了哟，家们，我们到了12点可以去灯牌了哟。谢谢我的星闪耀，谢谢叔叔灯牌，谢谢小健的灯牌，谢谢明天的闪耀辛苦。明天的时候我应该可能会下午播，如果下午播的话明天就不播，因为我明天要回家，然后后天跟他们去爬山去运动。谢谢原来的灯牌，谢谢哲哲灯牌，谢谢阿达灯牌，谢谢鱼子酱的灯牌，谢谢叔叔灯牌。美图秀秀办个会员，我不喜欢用美图秀秀，我现在基本上用的都是醒图。我上次还跟醒图充了一个会员，就是为了用它的滤镜，我还充了一个醒图的会员。但是我现在基本上用醒图，不用美图秀秀，因为我觉得醒图更好用一点。脖子是不是因为他们家？我天哪！我这个是你这黑梦，你看你就是不是一个老实的人。什么自己中了一个？你在说什么？我下午也在开车，又看不到。我下午没事的。我因为我下午播的话，应该也不会播很久。因为我明天晚上播不了。所以说我就会要么就明天下午播，要么明天就不播，明天后天就不播，然后周天播，因为明天我要回我爸妈那儿。你看嘛，因为这个衣服它上面没有纽扣，它纽扣在这儿，它上面没有纽扣，不然的话我就扣着了，这样你们就看不到了。但是如果这个衬衣扣着的话，就太像是那种你要去参加什么开那种会。这种党员开会穿的那种衬衣了，明天多半不播。明天还是太懂我了，不要说实话。大家还是太懂我了，是不是？干嘛要这么说？万一我明天就播了，还是太懂了，太懂我了，太懂我是什么调性了。谢谢呆呆的灯牌。美图秀会掉画质，对呀，就是美图秀秀会弄出来会掉画质，所以说一般不，我不用，我已经很久不用那个了，不用那个美图秀秀了，我一般都用的是醒图我觉得很好用，但是有些人用不惯醒图，就喜欢用美图秀秀。我应该拿电脑修不会，下个月我估计断续了，怎么可以？伸手不可以断续，不可以！我现在就15个会员了，掉了就没了。我现在就在想我什么时候我能再多一点会员啊？天天就守着这15个会员过活了，不可以再掉了。上面的扣子好像就像房屋什么？上面扣子系上就像是房屋中介，不，我跟你说，上面的扣子系上再穿一个黑色的西服才像。我以前JK 坑的时候，我以前还在 JK 的时候就喜欢穿 JK 的时候，我买了很多西服嘛。但是有些西服真的是就是通过很多，就是你当时抢，就是还要定时定点的抢的那种西服，穿着跟。真的就是那种黑色西服，穿的跟房屋中介一样，我真的服了。而且我那个西服我现在都没有出呢，我就穿过那么几次，真的是，我都不知道我之前买那么多西服干啥。我现在都好多西服，但是我现在不怎么穿了。我现在穿那个 JK 穿的好少了，我现在穿的更多的就是那种，就是现在的风格，就是我现在真的，我以前就是 JK 萝莉塔，现在就变成
纯欲的那种感觉，就喜欢穿一些小短裙、小吊带、小短裤。人真的是会变的，我现在穿 JK 罗裙穿好少了，除了会出去出活动的时候会穿。不能熬夜，被逮住就要断续。我没有熬夜，我最近都是很乖乖的2点左右就睡了的。你别叫，烦死了你！我最近都是很乖的，早睡早起的。我每天还要带福豆，我每天还带福豆去。我这2天未来1周我要带福豆去看他的脚。太难受了，我带他们2个出去看病，我就像是真的是那种单亲妈妈带2娃一样，真的太恼火了。我今天不是拿了一个背包嘛，因为福豆不是脚受伤了嘛，然后我就不想他走路嘛，我在外面，然后我就想把它放到那个背包里面，但是他一直动，我就放不进去。幸好路边来了一个小哥哥，他看我在那儿。因为他看到福宝很乖，他想摸福宝，然后他想摸福宝。这是谁呀？神秘人！欢迎没有老师。然后他就想摸福宝，然后看我一直在那儿弄那个福豆，弄不进去，然后他就帮我。我在路边，要是他不帮我，我真的弄不好，就是一直把福豆放不进那个包包里面，太难受了，让我体会到了单亲妈妈带2娃的痛苦，太恼火了。老白居然充神秘，你这是什么？你这是充的吗？还是弄的？你发年终奖了？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这是白总吧？你发年终奖了吗？天哪，这是白吗？白居然居然抽神秘人！谢谢没有老师的闪耀，谢谢林天的11个闪耀星光，谢谢没有老师的闪耀。你不是吗？你不是才怪，你不是，谁会有我16级的灯牌呀？就只有你，现在就只有你有我16级的灯牌，不是你还有谁？谢谢林天宝的7个星光闪耀，谢谢没有老师的11个星光闪耀，欢迎 AHM。不是你是谁？还有谁？你这16级除了你还能有谁？还有谁？欢迎遇见，谢谢。这个是神秘人是谁呢？谢谢神秘人，这是白吧的闪耀星河，主要是他跟没有老师一起，我就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了，都是神秘人。浩总没有心之守护，对呀，而且你看现在有2个神秘人，而且浩总他现在已经都没有我的那个了吧，已经没有我的灯牌了吧，应该是因为如果我不知道他那个没有，就是取消了没有。欢迎怪我喽，白你发年终奖了吗？你为什么会有神秘人？我觉得神秘人太贵了，不划算，没发。那你哪来的神秘人？你自己那个啥的吗？就是啊，管理39微年，对呀，这不是白，肯定是白，这不是白是谁？这不是白是谁？这不是白是谁？这不是你是谁呢？欢迎张永江。张永江这个名字，我老是觉得像我一个大学同学的名字，太好笑了。就是好像也叫张什么江，好像叫张瑞江，所以说每次看到张永江，我都会心里咯哒一下。我说这不会是我的大学同学吧？有没有可能是手改的？我不知道，有可能是吧。我们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看的呢？我们可以最后再跳一支，然后就下播了，我们就不下播了。我这头发我真的不能说了。欢迎外卖员，
该怎么邀请我连线啊？谢谢丽珍的灯牌，那就晚安了。有没有可能没有？有。好，没有的话，那我们就最后再听一首歌呗。早点睡，好的，早点睡。下播了，继续思想工作。我都准备五一带我家狗去嘎掉了，但是我今天又犹豫了，因为我想让它配种，因为我觉得我家福宝太乖了。欢迎高等学术，又到最后一首了。是呀，神秘人，怎么又有神秘人？怎么这么多神秘人？又到最后一首了，家人们。我最近都有在早睡。自从我出去玩了，把作息改回来了之后，我基本上每天到点就会很困，每天到点困，然后每天到点，然后我家福宝就把我弄醒，然后我就会起床，就是非常的规律了。现在任务艰巨啊，什么任务艰巨？这又有神秘人了！天哪，我直播间有2个神秘人，真的是。突然一下就觉得我直播间好高档哦，居然有2个神秘人，有一个真的神秘人，这真的神秘人，一看就是梅乐老师。早上的计划啥时候能启动？早上的计划啥时候能启动？什么早上的计划啥时候能启动？什么早上计划？早上直播的计划吗？虽然说我早上能起来，但是我如果早上起来要直播的话，我只能中午直播。如果早上起来直播的话，我还得起得更早，因为我还要收拾化妆什么的。欢迎南瓜。好了，家人们，我们要准备下播喽。欢迎神秘人，欢迎白白，这一看就是你。晚安，大家。你吃完饭了？你吃完饭回去了吗，白白？你是不是吃完饭了？你是不是吃完饭准备回去了？的，刚到家准备洗澡，好吧。神秘人先生。神秘深好，你去改一个。你们都把那个头像全部换神秘人的，以后我们出去打 PK 的时候，别人一进来说哇塞，对面都打不赢，对面一看就是很厉害，全是神秘人。太好笑了，到时候你们全把那个名字还有头像改成神秘人，到时候出去打野，别人都不敢直接都不敢猖狂的，直接都是还没开打就要认输的成分了，没认输的程度了。对面的家人跑到我们这边来看，人不多，但全是神秘人，全都是大哥，太好笑了。人虽然不多，全都是大哥，直接把对面下来，直接不敢打。我们就是先发制人，从气势上就压倒别人。我们开始准备，来呀，打呀！我笑死了，肯定猜不到我是谁。七粉丝灯牌7级，确实不好猜哈。7级的话，那猜不到了。你说要是但凡高一点的，我还能猜到。下吧。好了，我们要是阿欧吗？阿欧应该阿欧小号吧，因为阿欧大号没有，阿欧大号应该15级才对，应该是阿欧小号吧，如果是的话。像我，对啊，像你这么高，这么一眼，这不一眼就看出来了吗？好了，家人们，我们准备下播喽，那就应该是阿欧小号了，因为阿欧大号也很容易认出来的。好了，家人们，我们要不就明天下午见，要么就周天见了。晚安，谢谢你天宝今天带我看的那个，给我看的新特效，谢谢你天宝。然后他这点应该睡着了，不会，小号都在，肯定不会睡着。周天见。怎么了？大家这么了解我吗？好，家人们，
睡觉了，睡觉了，去打篮球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。拜拜了，拜拜了，大家晚安，晚安，明天晚安，拜拜，晚安，哲哲，晚安，深深，晚安，鱼子酱，晚安，小健，晚安，叔叔，晚安，晚安，嗷，这应该是嗷。大家晚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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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早点休息了，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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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我不想弄这头发了。晚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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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晚安。